这才是捉迷藏最逆天的隐身方式。8个伪装大师将极限隐藏在学校里，只要躲过1000名高中生长达20分钟的搜捕，就能赢到100万奖金。反之，奖金就归学校所有。1号玩家冈部在杂物间发现一大捆粗麻绳，将其卷成筒状，就能不留痕迹地藏在里面。而且凌乱的麻绳从视觉上就不会让人怀疑。冈部的藏身方式堪称教科书级别。2号玩家秋山在仓库的后墙上延伸出新的墙壁，隔出的空间足可以藏得下一个人。再用同样的颜色粉刷遮盖，谁会在意一面冰冷的墙壁呢？3号玩家赛亚把目标选在了学校食堂，他将门口的自动售货机扩大了1倍，根据身高体重预留出足够的空间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在里面了。而且学生们更偏爱档口现做的美食，自动售货机已经没人使用了，赛亚很有信心能藏到最后。4号玩家松尾在图书室也找到一个好地方，他将管理员的电脑桌更换为可藏身的机关箱，而露出的头部恰巧用电脑遮盖，这1比1复刻的动态壁纸几乎能以假乱真。松尾的灯下黑你觉得可行吗？5号玩家粗品在工具室发现一排缝纫机，他将原来的桌子替换成可以藏身的桌子，只有拿开缝纫机的盖子才能找到它。这么冷门的工具一般人不会去碰，粗品认为藏在这里非常安全。6号玩家菊田准备藏在游泳池的角落里，他将全身涂满颜料贴合池底的颜色，只要在水中一动不动就没人能找到。7号玩家宫敬在走廊的尽头添加了2个储物柜，加上地板的高度正好可以塞得下一个人，而且目测柜子的容量很小，一般人不会想到里面能藏人。8号玩家中村在多媒体教室发现一处隐蔽的角落，他要砌面墙把自己封在墙壁里，从外面看一点痕迹也没有。凭空消失的中村谁能找到呢？8个人全部隐藏完毕，被集合在一起的1000名高中生即将开始暴走模式，20分钟之内找到他们，奖金就能留在学校，还能放假3天。学生们在熟悉的校园里飞奔，想要找到区8个人还不是轻轻松松，但是藏身的各位可是顶级玩家，就看他们的脑回路能不能跟得上了。图书馆的松尾淡定地充当壁纸，学生们乌泱乌泱地从旁边跑过，没有一人注意到管理员的尴尬表情。再看粗品那边，有位女生明明碰到了缝纫机，就是没有打开盖子，这也太草率了。赛亚的自动售货机非常低调，甚至不会有人回头看一眼，而杂物间的冈部藏得心惊胆战，他的身边不停地有人进来翻找，每次都碰到了麻绳，但是每次都没人扯开，就这么完美的错过了。1000名学生分散在学校的各个角落，他们都在很努力地寻找。泳池里的菊田隔一会就要出来换气，而学生们跑来跑去始终没有发现他。菊田的伪装技巧也太高了。再看宫敬这边，2位男生一直跑到了走廊的尽头，突然多出的储物柜越看越不对劲，而且这个位置他几乎每天都来，以前也不长这样啊。宫敬被淘汰了，他们终于找到了第1个人。时间过去了4分钟，所有人都在紧张的搜捕中。这时一位戴眼镜的男孩径直跑向了管理员的方向，上下看了半天，结果什么也没有看见。难道配的眼镜不够清楚吗？但是后面的2位女孩眼神好使。他们终于找到了松尾，又淘汰1人，剩下的6位玩家紧张的手心冒汗。这群高中生也不全是近视眼。再看餐厅这边，2位女生在自动售货机旁停留了半天，她们发现投放纸币的出口被封死了，以前明明是开放的，难道有人动了手脚？赛亚也被找到了，只用了6分钟就找到了3个人，果然是人多力量大。游泳池里的菊田灵活切换着水位，他时不时的就露头换气一下，这种体验既紧张又兴奋。另一边的多媒体教室聚集了很多的学生，其中2个女孩掀开幕布发现了隐蔽的角落，这面墙壁怎么还翘边了？听声音好像是空的。中村紧张到手脚发抖，还是没躲过被找到的命运。这位女生的观察力很强，中村也被淘汰了。菊田在水中躲过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，他的自信心爆棚，也变得越来越大胆，有人的时候也敢出来换气。终于被眼尖的学生发现，失去了比赛资格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这时时间还剩下11分钟，还有3个人没找到。秋山的后墙终于迎来了第1位学生，但他只翻了一下石头就走了，这个位置隐蔽的有些落寞。再看粗品那边，一位细心的女生发现桌子的厚度跟以前不一样，但是独立排放的缝纫机能藏人吗？她甚至怀疑自己异想天开。粗品心跳加速，祈祷他们赶紧离开，但是越来越多的学生围了上来，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桌子呢？直到一位男生无意中打开盖子，才发现了粗品的藏身处，他们又淘汰1个人。这时时间还剩下8分钟，还有2个人没找到。学生们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少，他们依然激动地寻找着。冈部的杂物间非常热闹，这里很凌乱，似乎更适合藏人，但就是找不到会藏在哪里。
秋山的后墙也出现了很多的学生，但他们也仅仅是看一眼就走了。在接下来的5分钟里，学生们翻箱倒柜，几乎找遍了学校的每个角落。而冈部和秋山顶着35度的高温一动不动，时刻紧绷的情绪让人汗流浃背。但是为了奖金，还能再忍一忍。这时时间还剩下3分钟，冈部头顶的麻绳被翻来翻去，眼看就要被扯开了，却突然被另一个女生扰乱了方向。好险呐，差一点就被找到了。很快只剩下最后1分钟了，他们找不到剩余的2人也变得紧张起来，到底藏哪去了？就差没有掘地3尺了。这时短发女生终于发现了后墙的墙壁是空的，但她一直找不到出口，在周围浪费了太多的时间，直到比赛结束才有人找到了出口。但是为时已晚，他们超出了比赛时间。秋山和冈部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1000名高中生输的口服心不服，他们终究是比不过伪装大师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有信心能找到他们吗？用什么工具可以连续扎破10个大气球？老二认为一把鱼枪就能一撸到底，而乔治更相信穿云箭才能完美收割。谁能扎破全部的气球就能赢到奖金。第一轮开始，老二准备了一根棒球棍，沉甸甸的很有分量，然后用力扔出，结果很意外，只扎破了1个大气球。老大的工具是不锈钢水槽，旋转起飞，他使出了全力，扎破了2个大气球，还浪费了1个洗碗的好工具。乔治找到1颗保龄球，圆滚滚的体型能扎破气球吗？重量压制也只砸破了2个大气球。这一次老大要让锋利的铁片飞起来，模拟飞镖的原理或许可行。划破了6个大气球，总算看到了一点成绩。老二拿出一只小黄鸭，用它当工具，你是想以毒攻毒吗？不管别人怎么想，还是决意要试一次。扎破了1个大气球，小黄鸭也没有让人太失望。而乔治更奇葩，他要用新买的手表扎气球，为了避免心疼不舍的，他蒙上了双眼，甩出的力气很大，但却偏离了方向，偷鸡不成蚀把米。乔治这下惹大了，比赛继续，老二用旧手机扳回一局，扎破了4个大气球。乔治这次的工具是带尖萝卜球，扎破了5个大气球，还不错，比预想的还要多。老大自制了一个超大弹弓，看着好像很厉害，不知道能扎破多少个。只扎破了3个大气球，老大很失望，还不如去58同城找份工作比较好。乔治要用带刺的仙人球一试，能不能全部扎破呢？扎破了5个大气球，理想和现实总有些偏差。铁疙瘩扳手能不能创造奇迹呢？显然是他想多了，还是不能消灭大气球。老大最拿手的就是高尔夫球，它的射程又狠又远，不知道能不能征服大气球呢？还是5个大气球，距离目标如此遥远，他们尝试了很多种工具，依然不能扎破全部的气球。老二拿出了收藏的鱼枪，成败与否在此一举。扎破了6个大气球，还是没有挑战成功，接下来只好请出穿云箭了。熟悉的场景重现，乔治再次拿起了弓箭。好可惜，剑走偏锋，偏离了轨道，还是没有扎破全部的气球。难道就没有工具可以扎破10个大气球吗？男人挑战和10万只苍蝇住在一起，只要能坚持24个小时，就能赢到1万美金。密密麻麻的飞虫嗡嗡作响，不但恶心，还让人抓狂。他能坚持多久呢？阿伟看到房间里有电视、厨房，或许这个挑战不难，但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。节目组开始释放苍蝇，10万只苍蝇像无头苍蝇一起飞出，瞬间填满了整个房间。阿伟害怕的捂住嘴巴，万一有哪个不长眼的飞进嘴巴里，他可能会当场去世。而主持人告诉他必须脱掉外套。你是认真的吗？没有了外套，阿伟好像失去了防御。这种苍蝇个头很大，虽然不咬人，但是撞来撞去就像飞机划过一样，身上痒得难受。幸好他没有洁癖强迫症，不然1秒都待不下去。比赛才刚刚开始，他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和苍蝇和平共处。阿伟发现容器里有一只青蛙，他恳求青蛙能吃掉这些苍蝇，但是青蛙也吓懵了。这种场面该如何开口？算了，撑死你也吃不完。阿伟试着麻痹自己，把苍蝇当空气，不去想它就没那么烦人了。他打开电视准备玩一会游戏，坐着一动不动，苍蝇很快就会把他包围，只有不停的移动，身上才会不被粘住。1个小时后，苍蝇可能飞累了，空气中少了很多，但是阿伟稍一移动，又开始了漫天的黑影。这时节目组放进来一只乌鸡，阿伟想到是铁锅炖还是让它消灭苍蝇，还是吃掉一些苍蝇比较实用。接着又放进来2只鸡，这么多的苍蝇，100只鸡也吃不完啊。3个小时后，阿伟突然肚子饿了，他打算做点饭吃。电锅很热，苍蝇不敢靠近。做饭的过程很顺利，只是做好之后，苍蝇忽然就有了兴趣。
阿伟只能一边赶紧吃一边驱赶它们，可能吃得慢一点就被苍蝇抢走了。他想坐下来看会书打发时间，但是持续不断的嗡嗡声让人头脑发胀。可恶的苍蝇随时落在身体上，根本看不下去。阿伟在房间里跑来跑去，睡也睡不着，坐也坐不住，还不如去58同城找份工作比较好。这时节目组送来一些水果，吃点东西心情也会变好。正在享受美食时，却有人拿着鼓风机进来，他们担心苍蝇不够活跃，为了让阿伟更加难受，鼓风机吵醒了每一只苍蝇。节目组还真是贴心，不如你留下来一起。小助手吓得赶紧关上了门。7个小时后，主持人拿进来一台电风扇，他让阿伟脱掉上衣，只要坚持5分钟就能赢到一个奖品。电风扇开启，10万只苍蝇就像飞机一样异常活跃，撞击在脸上身上，又痒又疼。阿伟咬牙坚持了5分钟，他的奖励是一个特殊的箱子，只要把头伸进去，就能安心吃顿饭了。这时小助手扔进来一颗响炮，不但没有影响他，反而吃得更香。剩下的时间他准备躺着度过。阿伟明显是累了，不管苍蝇的死活，他竟然睡着了，一直睡到第2天早上。主持人告诉他可以离开房间了，阿伟激动地离开房间。这么恶心的挑战他竟然成功了，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勇气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么多苍蝇是从哪抓来的呢？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人在水面上行走？只要能穿过泳池就能赢到1000美金。乔治用泡沫做了一双大鞋子，小白把塑料盆平铺在水面上，而阿伟认为充气床垫才是王者。谁的新发明能挑战成功呢？阿伟认为泡沫的漂浮性很好，他用泡沫搭了一座桥梁，只要跑得足够快就能跑过去。他能成功吗？落水的姿势很爽快，丝毫没有犹豫。阿伟不甘心的又试了一次，泡沫板被他踩得稀碎，这跟想象中怎么不一样？他的成绩只跑出了2米。乔治准备了一个超大波波球，他打算让球体滚动起来，或许会跑起来，想法很不错。波波球没有滚动起来，他倒是被摔得稀里扑腾。我肯定是没有准备好。乔治决定再来一次，踩在上面软哈哈的，明显是充气充少了，根本跑不起来。他的成绩只有 1.4米，乔治很失望。小白的工具是10个塑料盆，平铺在水面上，好像零件的小路，就是不知道结不结实。盆子飘到了一边，小白尴尬地落下了水。没有关系，还有机会。这次他明明踩到了盆子，为什么摔得脚趾头疼？原来他把盆子踩破了，卡到了脚趾头。小白的成绩是 2.5米，虽然没有跑多远，但是已经超过了其他人。这一轮距离目标相差太远。阿伟拿出了充气床垫铺在水面上，希望能跑过去。这水喝的有点猝不及防，充气床垫完全不起作用。难道是我跑太快了？阿伟慢一点试一下，还是行不通。这次的成绩是 2.4米，也只能跑这么远了。乔治用泡沫板做了一双大鞋子，在陆地上很平稳，不知道下水里怎么样。头重脚轻，他一头栽进了水里，肯定是入水的姿势不对。这一次他要先站起来再滑行，只是想站起来也太难了。泡沫板的浮力不允许他直立，他这次的成绩只有 0.7米。乔治失去了信心，只好认命了，还不如去58同城找一份好工作。小白把塑料纸铺在水面上，他看到魔术师就是这样水上飘的，或许他也可以飘起来。小白飞出去 2.2米，速度太快，完全看不出是跑的还是飞的。但是有一点特别肯定，塑料纸完全不起作用，几乎全被踩进了水里。看来电影里都是骗人的，他们挑战失败了。难道就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水上行走吗？这是一家奇怪的水下餐厅，只要你敢来，不但不花钱，服务还很好，不管你有任何要求都会满足你。服务员是新来的，就连厨师也是昨天刚刚毕业。今天的第一位客人满怀期待地走进餐厅，非常干净。在服务员的带领下来到餐桌旁，看到椅子竟然是透明的，白毛觉得不结实，于是让服务员又换了一把，他这才安心坐下。这时服务员贴心地拿出一包小零食，他可以边等边吃。白毛喝了一口水，然后开始吃零食，倒在盘子上的全都飘了起来，他只能吃袋子里剩下的。这味道也太好了吧！吃完白毛还不忘清理一下桌面。这时服务员拿来了菜单，白毛表示这么棒的餐厅一定要全部尝一下。服务员前去下单，白毛激动的忍不住跳起了舞。外面的厨师很淡定，既然客人这么给力，他一定要做几道拿手的菜品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，
把萝卜、黄瓜剁吧放在一起，再搅拌一下，一道美味的沙拉就做好了。服务员赶紧送了过去，白毛却说吃饭之前一定要先洗手。于是他来到洗手间，用肥皂把手洗干净，再擦一下小脸，最后整理一下仪表仪容。看来他很重视这家餐厅。然后开始吃饭，他打开沙拉盘子，赶紧往嘴巴里塞，真怕他吃得慢一些，连菜叶都捞不着。这道菜白毛很满意，忍不住夸赞厨师的手艺。接着开始上第二道菜，是一盘面条。白毛撩起来就开始品尝，身体也随着面条飘了起来。在他的努力下，终于吃到了2根，最后再来尝一下火腿肠，味道很鲜美。第3道菜是披萨，服务员把它按在了餐桌上，稍一撒手，那披萨好像有了生命一样，自由地飘走了。服务员赶紧帮他抓住一块，不然白毛恐怕一口都吃不上了。然后再加上一些奶酪碎，白毛赶紧尝了一口，味道很清淡。再来一口奶酪碎，稍微有了一点咸味。吃完还不忘说一下味道很棒。这时服务员拿来2瓶可乐，来得太及时了，正好也口渴了。但是今天的可乐好像和以往的不太一样，味道很温和，白毛喝水一样喝完了它。第5道菜是一盘薄皮核桃，白毛打开盖子，核桃就飘了出去，他也只抓住了5颗，然后把它扣在水杯里，一个一个的吃掉。这家餐厅很独特，一定要拍张照片留念一下，但是他自己怎么都拍不好，于是他让服务员帮他拍一张，咔嚓一声，拍的照片白毛很满意。服务员担心他太无聊，贴心的拿出一盒史莱姆让他玩耍。不得不说，这服务太到位了。接着上来第6道菜，是一颗鸡蛋，白毛打开一看，居然是生的，这让我怎么吃啊？服务员只好拿走了它。白毛想到自己刚买的瓜子，于是拿出来嗑几颗，没想到刚一打开，那瓜子就飘到了上面。白毛紧赶慢赶，也只吃到了2颗。这时第7道菜也端了过来，白毛打开一看是寿司，马上就生气了。他说很讨厌吃寿司，又搞砸了。服务员只好赶紧拿走它，厨师也只能使出大招了。本店的招牌菜新鲜大鲤鱼，白毛看到吓坏了，那小鱼活蹦乱跳的比他跑得还要快，这让我怎么吃呢？为了稳住它，服务员赶紧拿来了一盒果冻，白毛吸溜吸溜很快就吃完了，味道很香甜，表示还想再来一份。服务员拿来一瓶奶油，白毛开心的吃了起来，最后再来一道甜品收尾，白毛这才吃饱了。没想到这么瘦的人胃口这么好，白毛忍不住夸赞厨师的手艺，提出一定要当面感谢他。你们喜欢这家餐厅吗？如果是你，会想吃哪道菜呢？而下面这个女孩却吃了一肚子火。在服务员的带领下，女孩满怀期待的来到餐桌旁，服务员问她想吃什么，既然是免费的，那就一样来一份吧。服务员爽快的去下单，女孩耐心的等着上菜。很快服务员就端来了第1道菜，是一盆沙拉。女孩表现得很喜欢，只是还没开始吃，那菜叶就飘走了。服务员赶紧帮她抓住，女孩赶紧开吃，刚吃一口，沙拉就逃跑了。女孩只能一边吃一边追，不然连个菜叶都吃不着，还把服务员忙得够呛。但是好在效率很快，第2道菜也端了上来，是一碗面条。有了上次的教训，女孩这次没有犹豫，呲溜呲溜就是吃，把面条吃得干干净净，一点也没有浪费，就像你吃大席一样，慢了连汤都喝不到。第3道菜是一盒果冻，服务员很贴心的送到女孩面前，Q 弹 Q 弹的果冻女孩很喜欢吃，不一会就吃完了。这时服务员拿给她一份账单，女孩看到后很惊讶，不是说免费的吗？服务员一脸淡定，我们说的是明天免费。女孩很生气，先不说吃个饭跟打仗一样，关键到现在还没分清是谁饱还是饭饱，还想要钱，然后撕碎账单就走了，只留下服务员在风中凌乱。没钱吃饭就不能在58同城找份工作吗？而下面这个男人就厉害了，他要在水下旅馆过夜。小伙激动地走进房间，里面的配套设施一样也不少，不但有床有桌子，还有一台游戏机，正好无聊的时候可以打发时间。这么棒的旅馆一定要发朋友圈炫耀一下。正好肚子也饿了，小伙从行李箱拿出准备好的食物，就开始大快朵颐，加上这么新奇的环境，让他胃口大开，一连吃了几道菜。不过今天的巧克力好像和平常不太一样，吃完主食再来一份饭后水果。小伙终于吃饱了，他开始在房间里溜达，突然发现一个宝箱，旁边还有很多钥匙，随便选了一把还真被他打开了，里面有一个气球，打破之后飘出来很多马内，这运气也太好了，刚住进来就能捡到钱。又在不远处发现一个进水的闹钟，小伙把它放在床头，早上就靠它醒来了。很快就到了中午，他决定吃点简单的，拿来了一片披萨，紧赶慢赶，也只吃到了一片，最后再喝一瓶汽水顺一顺，怎么还肚子疼了？他赶紧来到厕所，然后拿出一张报纸，边蹲边看，关键时候再来张自拍，一不小心厕纸还被冲跑了。算了，一次应该没关系。充实又开心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。到了第2天早上，闹钟如约而至，真的很担心，如果闹钟不响，他还会不会醒来？小伙看了一下天气，今天没有雨，很适合约会。
于是赶紧去刷一个牙，再洗个头，刮掉扎人的胡须，最后再喷上香水，立马变成了精神小伙。还要整理一下房间，把床单塞到枕头底下，以防被飘走。再随便吃一点早餐，喝一口可乐提提神，接着换上一件干净的衣服，把昨天买的海洋球撒到水面上，多彩斑斓的天花板也太美了，不得不说这真是个约会的好地方。然后静静的等待女朋友的到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样的水下旅馆你喜欢吗？500斤的胖子能不能打开10层的防弹玻璃？只要全部打开就能赢到1万美金。胖子高大又威猛，而防弹玻璃不是一般的结实，他能挑战成功吗？第1层是糖果做的玻璃，大胖直接扔出保龄球，很轻易就砸开了第1层，这也太简单了，连小明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而第2层他就不这么想了，难度明显升级，保龄球扔出去直接弹了回来，大胖沉重的身体撞在上面，两边的卡槽出现了缝隙，再使劲一推，整块玻璃就被拆掉了。大胖不光有力气，竟然还有脑子。接着去开第3层，小明让他穿上连体衣就会提供一把斧子，大胖欣然接受，拿到斧子以后就开始砸玻璃，只砸了一下玻璃就碎了。小明不敢相信，肯定是节目组搞错了吧。他抢过斧子试了下，亚克力材质的玻璃确实很容易打开，不得不说大胖很幸运。他继续去开第4层，小明提议比赛掰手腕，只要赢了他，这一层他去开。你这不是明摆着想干活吗？那就成全你。小明用上2只手都没有赢，他输得心服口服，抱起桌子砸向玻璃，一下就被砸开了。这一层大胖没有动手就过关了。第5层是坚硬的钢化玻璃，小明继续发起挑战，只要在拔河比赛中赢了他们，就能得到2件工具。2个人的体重加一块都没有大胖重，所以这种比赛简直自取其辱。但是中间的红绳好像偏离了轨道，大胖着急了，他一脚蹬在木头上，使出了全身的力气，瘦子2人阻力马打回了原形，被拉得来回扑腾，毫无还手之力。这么大的力气，还不如去58同城找份工作。大胖拿到了新工具，轻轻敲了一下玻璃，立马就碎了一地。什么鬼？这也太玻璃心了！仔细一看，里面还有1层，这才是真正的主角。大胖换了一把锤子继续砸，这一层特别结实。小明希望能拖住大胖，不想让他挑战成功。尴尬的小明只想找个地缝。第6层是安全玻璃，而且还是3层。大胖拿起叉子就扎了下去，出现了很多裂纹，但是玻璃却没有碎下来，直到把玻璃扎透，也丝毫没有掉下来一块。他只能用叉子别开外面的1层，接着用镐头打开第2层，打开第3层就容易多了。这种玻璃竟然不会碎开，只能慢慢拆掉。闯过这一关，大胖终于来到了最后1层。这一层是防弹玻璃制成，只要打开它就能拿到奖金。大胖的工具也换成了大锤子，砸在玻璃上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，只是这间房子一直在摇晃。小明担心他会把房子拆了，于是助他一臂之力，在烧过的地方继续砸，玻璃依然纹丝不动，只是那面墙壁颤颤巍巍的，眼看就要散架。大胖也没有心软，他继续使劲砸，不知道是房子先倒还是玻璃先开，他累得满头大汗。小明帮他脱掉了连体衣，就好像乌龟丢掉了王八壳。大胖又恢复了自信。玻璃没有打开，房子却被他拆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觉得大胖是赢了还是没赢？男人挑战住在1平方米的最小公寓里，只要坚持100个小时就能赢到5万美金。狭窄的空间还没有狗窝大，他能坚持多久呢？乔治看着眼前的小别墅，岂能用小来形容？但是他并不担心，我有手机怕什么？进去之后才发现，比想象中还要小。别说转身了，蹲下去想起来都很难。还好这面墙壁是透明的，看起来没有那么闷。下面是客厅、餐厅加厨房，上面是卧室休息区。只是这么大的小床也太突兀了，竟然还有厕所。虽然只有35厘米宽，应该不影响正常使用。乔治开始布置房间，把带来的东西塞得满满当当，空间变得更小了。不管了，先玩会游戏。很快过去了1个小时，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，背部几乎麻木，但是空间限制也没有别的方法。2个小时后，他实在坐不住了，抓着上方的屋顶做运动，舒展一下老腰，稍微移动肚子还饿了。他问节目组啥时候开饭，而小助手却拿来了半熟的食物，想吃就自己做吧，在这里面做饭，你是疯了吧？求人不如求己，半熟的食物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，如果能来瓶可乐就更好了。说到可乐，这个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刚入的可口可乐，美味可口，回味无穷。左滑进抖音商城秒杀频道或点评论区就能一键入同款。抖音双11打直球，秒杀频道更超值，多逛逛就能省下一大笔。乔治吃得很饱，不想动弹，看一部电影打发时间。已经过去了6个小时，他准备洗漱一下上床睡觉，刷刷牙，洗洗脸。好不容易爬上床才发现忘记洗澡了，只能再次挤进洗手间。为什么厕所里没有纸？算了，一次应该没关系。
新奇充实的一天即将结束，半个身体躺在床上，不能伸直也不能翻身，一不小心还会掉下去。乔治把头塞进置物架下面，勉强可以眯一会，但是一晚上的僵持，他的腿好像不能走路了。这样的床铺怎么睡才会舒服呢？第二天早上，节目组拿来很多玩具，只是这么小的房间应该怎么玩？无聊的乔治还是每个都玩了一遍。节目组好像看猴一样看着他，傻呵呵的也不知道在乐什么。今天的饭菜很丰富，吃完之后继续睡觉，睡着了时间就会过得很快。乔治睡得迷迷糊糊，浑身酸疼，腰不是腰腿不是腿，这种感觉太难受了，他只能用玩游戏麻痹自己。这一晚上是睡了又好像没睡，乔治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困住的小鸟，压抑至极，他很想逃离又不甘心，只能独自面对安静难过的夜晚。第三天早上，他的精神明显不好，疲惫加上快要断掉的双腿，他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。节目组找来保姆为他打扫房间，这么小的空间2个人怎么装得下？乔治尴尬的不知所措，小助手提议不如让保姆住下吧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乱讲。女朋友分分钟到达现场，他鼓励乔治再坚持一下。有了女友的支持，乔治又恢复了信心。这一天他过得很开心，只是到了晚上，又开始了漫长的煎熬。连续3天不睡觉，他感觉快要抑郁了。时间过去了一大半，现在退出太不值得了，还有1天的时间再坚持。第4天，乔治变得很懒惰，吃饭也越来越少，一直摆弄手机打发时间。好朋友前来探望，这样的房子一般人应该不能住吧？他的嘲讽乔治不以为然，反正你又拿不到奖金。朋友表示再多钱他也待不住。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，节目组买了一个超大披萨奖励他，几乎填满了整个房间。乔治怎么可能吃得完？还是分享给他们一起吃吧。又到了难熬的夜晚，既然睡不着，那就不睡了。乔治整夜站着看电影，还是腿疼。4天没有睡觉，他变得精神恍惚，很想念家里的大床。节目组告诉他还有4个小时就成功了，终于看到了希望。他心里高兴，却又表现不出来，整个人提不起一点力气。剩下的时间他一动不动，好像抑郁了。时间开始倒计时。乔治终于走出了小房子，他挑战成功了。这个挑战太难了，好几次都有过放弃的念头，没有过硬的意志力根本做不到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能坚持多久呢？7个人被困在废弃100年的水库里，谁能徒手爬出来就能赢到奖金。逃生的路线不可重复，所以想要出来只能自己想办法。水库被树木重重包围，距离地面有7米多高，徒手爬出去简直难如登天。他们只能四处搜集可用的物体，一根铁棍、一卷电线都有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。乔治好像早就打好了算盘，在你们逃出去之前，能不能先帮我逃出去？他让兄弟们搭起人行梯，3个人的高度或许会够到上面。算盘打得很如意，他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，6个人为他筑起高墙。他抓住了上面的藤蔓，距离地面如此接近，再助他2手之力，他终于够到了上面的平台。乔治的方法成功逃了出去，这让其他人也有了更多的信心。黄毛发现一根生锈的水管，从这里爬出去或许不难，但是年久失修，不知道结不结实。他不想放弃这条逃生的路线。黄毛开始往上爬，爬上这根水管，再抓住上面的铁圈向上一跃，就够到了地面。黄毛也逃了出来。这个方法虽然简单，但是只能使用1次，他们只能去找其他的逃生路线。小黑说他是属猴子的，可以跳起来2米高，希望兄弟们为他搭起人体发射器，助他一臂之力。想法不错，不知道可不可行。弹跳起来也没有多高，还差点把屁股摔成了2半。小黑却认为他没有配合好，鼓励队友再来1次，戴上乌龟帽一定可行。他们配合好口令，再次尝试。1 and这次跳上去正好够到了平台，灵活的身躯迅速爬了上去。小黑的方法也逃了出来，只剩下4个人了。他们继续寻找逃跑路线。猴子找到一辆滑板车，把电线缠在上面，只要能卡住上面的护栏，就能成为救命的稻草。但是距离太远，扔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。最后小胖使出了吃饭的力气，终于卡在了护栏上，拽了一下还挺结实，只是细细的电线会把手指头勒坏。小胖把一根木棍缠在上面，这样拉着就能上去吗？杰克为他叠起罗汉，增加1个人的高度或许会爬上去，只是滑板车的质量如何？猴子不敢赌，电线勒得手疼，他只好跳了下来。1根有点不保险，那2根会不会更结实？只要把2根拧成1股绳，就会好抓一点。这一条逃生的路线非常困难，但是猴子并不想放弃。他踩着杰克的肩膀再次尝试，扯着2根电线踩到了凸出来的石板，身体向上了一大截。他终于够到了平台，剩下的就不用担心了。铁牛一样的臂力让他随心所欲。猴子成功逃了出去，只剩下3个人了。正所谓8仙过海各显神通，小胖决定在夹缝中求生存，但是需要强大的臂力加上2只脚的配合。他多次失败不曾放弃，很快就找到了技巧。
两只手一起往上，两只脚紧紧跟着，一鼓作气不能停歇。他抓到了凸出来的石阶，队友用木棍抵住他的脚下，小胖累得气喘吁吁，再坚持一下就能逃出去了。他用力抓住上面的铁架，艰难地爬到了上面，不敢相信，小胖终于成功了一次。杰瑞看到满墙的藤蔓有了主意，密密麻麻这么多肯定很结实，虽然上方被树木掩盖，但还是有一些空间的。杰瑞扯着藤蔓穿过树枝，很快爬了上去。这条逃生路线还不错，他把幸运的帽子传递给杰克，希望他也能逃出去。杰克伸手就能够到墙上的石阶，只要能够到第二节，就有机会爬上去。他一个助跑轻松抓住了第二节，像蜘蛛侠一样在上面攀岩，再往上一个石阶，瞄准目标向上发力。他抓住了上面的平台，杰克的肌肉发达，他也成功逃了出去。他们再一次征服了百年水库。你觉得还有什么路线更容易逃出来呢？